Hello， 大家好，我是63，现在呢是晚上9点，我现在呢在北京，准备去看理想的新车 L9， 怎么样？期不期待？走起！虽然我极其不想拉高你的预期，但是我实际体验完理想 L9 了之后，觉得这辆车真的很棒。在功能性层面，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新鲜感；在体验层面，我感受到了有和好的区别。今天的这期视频呢，可能会比较长，我会分为下面这7个部分，大家呢可以选择性的使用。理想 L9 的外观呢，一直存在比较多的争议。至于好不好看呢，我不做过多的评价，留给弹幕和评论区来发挥。关于这个外观可以分享的一点就是，理想本人告诉我呢，在之前呢 ，L9 有一个有进气格栅的版本，但是最终呢，他们还是选择了这个封闭式的前脸，因为他们觉得这才是一个属于未来的设计。接下来呢，我会重点介绍外观的7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大灯，在理想 ONE 上呢，很多人都吐槽理想 ONE 的大灯并不是特别的亮，在理想 L9 上呢有一定提升。首先呢，它采用了带透镜的 LED 大灯，这个大灯在近光灯的情况下，前面10米到40米的距离，亮度呢相比宝马的 X7大了25%。除了这个灯之外呢，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头灯，包括尾灯也是，这是一个时下非常流行的设计。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 L9 的这条呢是目前长度最长的，整体的长度呢达到了2米。夜间看呢，效果呢非常出色，没有任何颗粒感。据说理想投了2个亿和供应商研发这条灯带，优势呢就是效果确实非常不错，但是劣势呢就是如果一旦出现碰撞呢，维修成本可能不低。不过现在谁的大灯组维修便宜呢？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根灯带的两端呢，有这个黄色的小灯。这种灯呢，在理想 L9 全车呢，一共有5颗。在常规的情况下呢，这个灯呢是亮黄色，起到的是一个示宽灯的效果。但是如果在进入辅助驾驶或者是在自动泊车状态下呢，这个灯会变成和车库 logo 非常像的湖蓝色。怎么样？是不是呼应上了？这点呢必须夸，随着辅助驾驶的能力越来越强，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势必会进入到一个人和机器混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车把自己的状态展示给别人就非常重要了。目前理想 L9 呢是唯一一个量产搭载智能驾驶辅助灯的，不出意外的话呢，接下来国标也会把这个灯作为强制推行的一个标准。理想表示 L9 呢是一款全球车型，大家看这个灯的状态有没有感觉特别像美规的黄边灯？第3点就是理想 L9 呢采用了一个上下双层的铝合金防撞梁。理想官方表示 ，L9 在中保研的双侧25%偏置碰撞中呢，都可以获得 G 优秀的成绩。第4点呢，我们再来看轮毂。L9 呢全系都标配了米其林 PS4 SUV 的静音胎，21英寸的轮毂，尺寸呢达到了265/45R21，视觉效果呢非常出色。第5，可以看到理想 L9 的车尾呢非常的饱满，而且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它呢并不是没有雨刷的设计，而是把雨刷藏在了上面。非常巧妙的就是理想把后置的 A 大字摄像头也放在了这个位置。第6，理想 L9 的门把手呢采用了隐藏式的设计，不过虽然是隐藏式的设计，但是在解锁的状态下呢，它是一个常开的状态，所以家里的老人或者小孩呢也完全没有使用门槛，而且在解锁的状态下呢，也不需要担心手被夹的风险。另外，理想 L9 呢也标配了大家心心念念的电吸门，即使有了电吸门，它关门的手感呢仍然非常好，并不会有那种廉价感。电吸的效果呢也非常的柔和细腻。L9 是一款全尺寸 SUV， 所以整车高度是比较高的。但是作为家庭用车呢，上下车的便利性呢也是必须要考虑的。电动踏板呢，在 L9 上呢会以选装的形式出现。OK， 然后呢，我们再到车里看一看。坐到车里 ，L9 的整个座舱呢是这辆车最值得体验的部分。在 L9 上呢，理想希望把整体的视听和交互体验再拉高一个维度。就我实际体验下来的话，它在交互层面有一些颠覆性的创新，其他方面的话，它更多是把理想 ONE 原来的有做到了好，让整个座舱的体验有了质变。坐进来第一感受呢，就是这个座椅的舒适性真的是非常不错。坐进来呢，有明显的陷入感，但是有陷入感的同时呢，也有支撑，而且座椅的整个靠背跟我的背部的贴合度非常高，所以整体的舒适性是很不错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座椅虽然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但是理想呢也参与了深度的研发。就理想本人参与过的这个座椅已经改版过50多次。功能性层面呢，这个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一应俱全，而且这个按摩呢也是正儿八经的10点按摩，舒适性呢还是不错的，跟那种不痛不痒
顶你2下呢完全不一样。另外，这个方向盘呢也支持了电动调节，所以关联上驾驶模式之后呢，也可以一起联动，非常的方便。空间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是2个无线充电板，放手机非常方便。功率呢是15瓦，对于 iPhone 用户来说呢是足够用了。但是如果是安卓用户的话，可以在理想商城呢买到更大功率的充电板。这一块呢已经没有档杆了，变成一个怀档设计，所以这一块的空间呢就被解放出来了。前后一共4个杯架，而且中间呢有一个中央的扶手。这个中央扶手的空间呢不算特别大，但是呢放一些票据是够用了。至于空间为什么不大，我们后面再说。充电方面呢给了2个 Type C 的接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下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掏空的一个储物格。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它这个转向灯杆呢不再是那种2段式的设计，而是跟特斯拉 Model 3一样的，拉一下呢自动复位。这样的话，在用辅助驾驶自动变道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其次就是这个座舱最重要的这几块屏幕的交互体验了。首先在这里看到最明显的就是它取消掉了原来仪表盘的设计，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 HUD 的显示。这个 HUD 的面积很大，信息呢也很丰富，而且把驾驶员的这个辅助驾驶可视化也放到了这个位置。至于到底好不好用，能不能平替仪表盘，我们等后面试驾体验了再说。除了这个屏幕以外呢，它在这里还有一个这个辅助驾驶的安全屏，在这里呢也会显示一些档位信息以及你的行驶信息。不过据我了解呢，这块屏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法律法规上面的需求。然后就是这2块大屏幕了，刚坐了进来的感觉呢非常非常震撼，可能在图片里看呢会感觉非常的突兀，但是实际感受下来呢完全不会。首先就是硬件，这块屏幕的分辨率呢达到了3K， 并且是由三星提供的 OLED 的屏幕，所以整个显示的效果呢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同时呢L9 呢也采用了2颗8155的芯片，一颗呢是用来拖前面的这2块屏以及 HUD， 还有一颗呢是用来连接后面的头屏 AR 以及后排的娱乐屏幕。因为它采用了8155的这个芯片，所以整体的流畅性呢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航的拖动非常的流畅，可以说这就是目前座舱里面视觉体验最好的2块屏幕。首先就是这个显示的效果非常的细腻，而且边框非常窄，屏幕呢也非常的薄。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采用了OLED 的设计，所以它的这个黑呢和黑边呢几乎是没有过渡的，视觉效果非常好。UI 层面呢可以看到，因为这辆车的这个布局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没有了车控屏，也没有了仪表屏，所以 UI 呢也有了比较大的调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一点，就是首先它有一个 L 型的 dock 栏，在这里呢你可以在这边呢非常快速的到达自己想要去的应用，在下面这排呢也可以对车辆的设置呢进行快速的调节。视线上呢相比理想 ONE 呢没有任何的遮挡。其次呢，因为它比较靠后，所以你手支撑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对这个屏幕进行非常轻松的控制，而且整个屏幕呢都在你手的这个可触控的范围之内，也不需要特别用力的去够，所以呢整个体验呢也是非常好的。副驾屏呢是理想 ONE 上实践出来的一个饱受用户好评的这么一个设计，包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厂家在跟进。在 L9 上的这块屏幕的素质呢，跟这块车控屏、中控屏呢完全一样，在副驾的观影体验呢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OK， 讲完了前面的2块屏幕呢，我们再到后排来看一看。坐到第2排呢，第一感觉同样是这个座椅的舒适性呢有了比较大的提升，而且相比前排的2个座椅呢，这个座椅还增加了这个电动的腿托。如果把前排呢往前移，腿托伸到头，你也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半躺的舒适的姿势。与此同时呢，还有这个小桌板，这个小桌板呢相比其他的小桌板呢，它的这个厚度呢是比较薄的，而且非常稳固。后排的第2大亮点呢，就是多了这个后排的娱乐屏。不过呢，这个娱乐屏没有物理的开启按键，开启的方式呢一共是3种。第1种呢就是用前排的屏幕去开启，第2种呢就是通过语音的方式，第3种呢可以通过手势来开启。正在打开后舱娱乐屏。这个屏幕的素质呢跟前面2块屏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因为理想 L9 呢搭载了 7.3.4 声道的这个音响，搭配这块屏幕呢，效果非常非常震撼。我们直接上才艺。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无限。需要说明一点，就是这套音响在播放杜比音源或者偏源的这个媒体的时候呢，整体的效果呢非常的震撼。杜比音源的音乐并不多，但是杜比音源的电影就非常多了，所以搭配这个4D 的座椅以及非常震撼的音响，在这里看电影的体验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我个人而言呢，之前可能只会在充电或者等人的时候，希望有一个不错的在车内的体验，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屏幕以及4D 的座椅以及这个非常震撼的音响，我甚至非常主动的想到这个车里来看电影，效果是完全不亚于电影院的。所
此外，除了看内置的一些影片以外呢，它这里还有2个 Type C 的接口，供电的功率呢是60瓦，同时呢支持投屏功能显示，我们可以用来玩一些 Switch 啊，或者是投屏 iPad 都没有任何问题。交互层面呢，首先这块屏幕是支持触控的，但是因为这个屏幕的距离我们呢是比较远的，如果你是半躺的姿态呢，用触摸来控制呢，显然不是一个特别优雅的姿势。其次呢，就是可以用语音，如果你不擅长用语音的话呢，它还有第3种交互方式，它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3D TOF 的传感器，你把手放在这个位置呢，它就会感应到你的手的存在，然后在屏幕上呢出现一个小光标，然后你手移到哪里呢，它这个光标就会去哪里，然后你可以对它进行拖拽，然后包括点击。这个体验呢，跟我在家里玩 VR 的感觉呢就非常像了。不过说实话，在体验层面呢，还没有到非常好的地步。据我了解呢，是因为骁龙呢在3个月之前才给他们开通了8155接入这个硬件的接口，所以他们软件呢也只调了3个月。我个人呢是比较期待这个 TOF 传感器在以后优化到位了之后的整体体验的。后排的第3大亮点呢，就是带这个冰箱。首先，这个冰箱的位置呢非常出色，在这个地方不占用车内的任何空间，我们不需要为了舍弃后备箱以及后排放倒的功能来获得冰箱的体验。其次，这个冰箱呢是一个压缩机的冰箱，并不是之前的半导体冰箱，在整体的性能上也会更好。它制冷的范围呢是0到7度，制热的范围呢是35到50度，所以你想要用来冰个饮料或者是热个奶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制冷的功率是在40瓦左右，制热呢是在50瓦左右，支持下电之后的24小时待机，所以整体的实用性呢也是非常 OK 的。想象一下，在这里看着电影，然后再拿出一罐冰镇可乐，这个体验可以说是非常棒。OK， 然后呢，我们再到第3排看一看。同样值得一提的就是它这个过道的空间呢仍然是非常宽，经过我们实测呢，它的宽度呢是16厘米，所以日常进出第3排呢非常的方便，这也让这个车的第3排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空间。OK，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到第3排。同样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座椅真的太舒服了，这个座椅的乘坐体验呢真的是超过了我目前坐过所有 SUV 的第3排。首先呢就是它的柔软度非常不错，同样呢也有一定的支撑。空间方面呢，前面第1排座椅是我合适的坐姿，在第2排有2拳腿部空间的情况下呢，我在第3排还能有3指的这个腿部空间。同样状态下的宝马 X7 呢，第3排的腿呢我已经是顶到头了，而奔驰的 GLS 呢我已经是放不下，需要撇着坐了。理想能够有这么好的空间的主要原因呢，一方面是它的空间利用比较高，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的增程器是一个 1.5T 的，相比宝马 X7 的 3.0T 呢尺寸更小，所以它对机舱的空间的侵占更少，这一部分空间呢就释放到了乘员舱。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因为它底下有一个电池，所以这个坐垫的高度呢只有30厘米左右。经过我们实测呢，这个高度跟宝马的 X7 呢是差不多的，但是比奔驰的 GLS 呢是略低一些的，所以呢腿部的姿态呢还没有那么的舒服。此外呢，坐垫的长度上面呢 L9 呢非常出色，达到了48厘米，比宝马 X7 和奔驰 GLS 都要长。这个后排的座椅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它支持电动的角度调节，角度调节范围呢在18度到33度之间。当你把这个靠背角度调到33度的时候，你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半躺的坐姿，整体的舒适性呢，非常的棒。基本上这个第3排呢是一个完全可用的状态，而且因为它这个前排的天窗延伸到了我这个头顶的位置，同时它有一个面积非常大的侧窗，所以整个空间感呢也是非常好的。它还有一个 Type C 接口以及座椅加热，包括杯架和手机支架都是有的。同时我坐在这个位置去看这个后排的娱乐屏幕呢，同样是非常舒服的一个角度。在 L9 上呢，它已升级为了6英区的语音，所以我在这个位置呢，也可以非常轻松的去用语音控制车辆。理想同学，打开座椅加热。3排左座椅加热，帮你打开了。需要吐槽的一点小细节呢，就是它的这个靠背角度呢放在了这个位置，所以你想要非常顺手的去调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别扭的姿势，需要习惯一下，用右手操作呢就比较舒服了。第3排呢还有最后一个亮点呢，就是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电源插座，这个插座呢支持110千瓦的这个输出功率，同时理想 L9 的对外放电功能呢也从之前的2.2千瓦提升到了3.5千瓦，所以露营上面的这个电力供应呢也就更加的舒服了。OK， 然后呢我们再去后备箱看一看。尾箱方面呢，开启方式仍然是3种，一种呢是按键开启，然后是钥匙以及一脚踢的开启方式。尾箱盖呢没有采用这种天地门的方式。
空间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平放一个20寸的行李箱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实测的最大纵深呢可以达到54厘米，最小呢也有50厘米，跟奔驰的 GLS 一样。但是它是在第3排空间远超 GLS 的同时呢，做到了和 GLS 一样大的后备箱空间。功能性层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组按键啊，这2个是第3排的电动折叠按键，按下去之后呢，可以有一个更深的、更大的后备箱空间。这里呢有一个重物装载模式，按下这个之后呢，车身会在基础的情况下呢降低5厘米。经过我们实测，它地台的高度呢只有77厘米，所以想要搬一些重物的时候呢，整体会更加的方便。不过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悬架在升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后部的压缩机的声音会有一点点响。理想呢表示这个呢正在优化当中。理想 L9 也用上了锂电池的小电瓶，相比传统的铅酸蓄电池，最大的优点就是稳定性高以及寿命长。后尾箱的关闭方式上面，因为 L9 第3排也加了麦克风，所以如果在你手捧重物的同时，除了用脚踢式关起以外呢，也可以非常优雅的让理想同学帮你关闭。理想同学，关闭后尾箱。此外，理想 L9 呢也不是没有行李架，而采用了一个隐藏式卡口的设计。如果你有需求呢，可以直接外加。然后是动力方面呢，理想 L9 仍然是增程的结构，但是电池更大，续航更长，动力更猛，100公里加速呢只要5.9秒。增程器呢也从之前理想ONE的 1.2T 3缸变成了 1.5T 4缸，是由理想和星辰动力合资的工厂来生产。同时，电池包呢也是镍钴锰612的电池，虽然是由宁德时代提供，但是生产的也是由理想和宁德共同合资的工厂。在这辆车上有很多关键的零部件都是由理想和供应商合资的工厂来生产。这里呢有2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可以保证日后供应的稳定，第二个呢就是整体的成本呢也比较可控。最后呢是 ADAS， 这辆车 ADAS 的硬件规格呢同样是非常高了，有额外的3个亮点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就是这辆车砍掉了4个角毫米波雷达，只保留了一个前向的毫米波，所以这也是目前除了特斯拉之外第2家通过视觉实现 NOA 功能的车型。第2个亮点呢，就是在 L9 交付的同时呢，就会开通高速的 NOA， 而且全系标配免费。这意味着 L9 呢也是第一个通过 Orin 实现 NOA 的车型。第3点呢，就是 ADAS 领域老生常谈的高速撞侧翻卡车的问题。在这辆车上呢，即使在夜间也可以识别到各种姿态侧翻的车辆，即使车速在100公里每小时呢，也可以识别到并且减速甚至刹停。最后，关于这辆车的结论，其实我在开头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仅从静态体验就断定这辆车一定卖爆或者吊打 BBA 肯定为时尚早。但是就 L9 座舱的体验来看，这辆车呢已经具备了成为爆款的潜质。机械素质方面 ，L9 的硬件呢也展示出了满满的诚意。至于到底体验如何，我们等试驾之后再来揭秘。也希望疫情能够早一点过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开着 L9 去诗和远方啦。OK，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呢，一定要给我们来一个1键3连。这里是40号车库，我是63，我们下期再见，拜拜。